清人查慎出师云：千秋一案陈乔义，一着黄袍便罢兵。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以宋代周的关键事件陈桥兵变。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一场没有预谋且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事件，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赵匡胤完全是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五代十国本就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赵匡胤出身于将门，《宋史本纪》说他生时吃光绕室，不过和刘邦斩白蛇的故事一样，是后来的附会。后汉乾佑元年，赵匡胤投到枢密使郭威的帐下，当一个普通的士兵，开始戎马生涯。显德元年，郭威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不久，本就受到柴荣赏识的赵匡胤因战功卓著，升任殿前都指挥使。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听上去有点街溜子三流黑帮的风格，但这些人都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赵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代周前夕，赵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等人。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崇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崇进担任马步军都虞候。张永德对李崇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李崇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让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让他在地位上与李崇进平起平坐，而殿前都指挥使就由赵匡胤顶替了。这边张永德升任殿前都点检，随后京师就流传出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很显然是重伤张永德的。然而结合后面的历史看，这个谣言又是一句极富预言性质的谶言。显德6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座。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崇进，二是赵匡胤。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做手脚。世宗北征回京，随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世宗对张永德、李崇进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他托孤的文武大臣中，张李赵三人都不在其列。6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崇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副都指挥使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赵匡胤这时已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只需等待一个以宋代周的时机。五代十国是一个公认混乱的时期，不仅秩序崩坏，底层人民常常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其上层权力的交替也十分频繁。短短53年的时间，先后进出了14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赵翼在《聂二史札记》里说：“王政不刚，权反在下，下临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事亦挟制主帅，古来渐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右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11月，镇州、定州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7年正月初1，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赵匡胤此番带走了后周几乎所有的精锐，而契丹进攻的消息，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部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
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安知天文的军校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窦丫丫、李处云把将士意图报告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长书记赵普，他俩都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赵匡胤的死党石守信和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带弹，准备拥立劝进。次日黎明，众将立在赵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几乎一夜未眠的赵匡胤才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让两人为他披上黄袍。黄袍加身后，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利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率大军返回开封，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生率兵破逐，阖家被杀。这是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当宰相范质、王普被军士挟持来到赵匡胤面前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残负天地。略孝罗彦圭不等二相回答，就扬谏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两位宰相面对明晃晃的兵刃，展现出柔软至极的身段，当即对赵匡胤表示拜服。于是赵匡胤当日就行善代礼，正愁没有善代的文告。然后周翰林呈纸陶鼓，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就这样，赵匡胤在一个流血的时代，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权力交替，他就是宋太祖。关于陈桥兵变的疑点其实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在日后灭亡后蜀、南唐等割据势力，还闹出一番杯酒释兵权的皇帝，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懵懵懂懂被推上皇位的傻白甜。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痕迹暴露了赵匡胤的打算，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做天子的谣传？为何有人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2件家庭异闻也泄露了天机。其一，北征前夕，点检做天子的谣传令京师人心惶惶，傅氏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嘛？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他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匡胤是预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州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5代政局动荡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多少已经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